大家好，我是帮你们做笔记的阿福。今天我们来聊聊马股里的老实人 REITs。 在很多散户眼里，产托就是那个每个月准时交租、不烟不酒，偶尔还给你带点土产的收租工。但最近我翻开了投行的报告，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。投行给2026年产托板块的评级只有 neutral 中性，理由很简单，收益率被压缩。阿福，4.6%股息不是好过存定期咩？怎么讲到这样严重？难道收租工也会跑路？小心，这就是散户和资本大佬的区别。在普通人眼里 4.6% 是利息，但在职业玩家眼里，这叫没有性价比。为什么在2026年，这群收租工虽然手里握着全马最旺的商场，甚至录得了双位数的盈利增长，却依然被投行认为不够吸引？今天我们一起拆解一下2026年马股产托的真相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些收租工其实是在打肿脸皮充胖子。要看懂产托，你得先懂一个公式，产托股息减去10年期政府债券利率等于风险溢价，我们也叫 spread。 在马来西亚，如果你买债券，就是把钱借给政府，2026年的预期利率大概在 3.40% 到 3.56% 之间，这是躺平都能赚的钱。而产托呢，你要承担商场没人逛、租客欠钱，甚至电费涨价的风险。所以收租工一定要多给一点补偿费，我们才肯上船了。对，历史平均这个补偿费要在 1.63% 以上才算合理，但目前的利差竟然缩到了 1.27%。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真相，这一届的收租工变贵了。产托的赚钱底里其实是规模效应加通胀转嫁。大佬如三威 REIT 或 IGB REIT， 他们靠的其实是一种物理性垄断。你想想，新的商场开再多，但他们没法复制这种周末必去这些顶级商场的习惯。这种垄断地位让他们在2025年录得了双位数的盈利增长。但问题是2025年这些股的股价跑得太快了，快到股息的增长已经追不上股价，这就是投行最担心的压缩感。我们来看看数据。2026年产托板块里，谁是那个最靓的仔？投行的心头号只有一个逻辑，三位 REIT。 为什么？因为他在2025年首9个月的每股盈利 EPU 暴涨了 29.6%， 这在产托界简直是短跑冠军。阿福，他这么讲厉害，难道是因为大家去商场吹冷气不用钱？报告小心，他的净利润和现金流高度吻合，说明这钱赚得很硬，主要靠2个支柱。一、零售部门的翻新红利，三位 Pyramid 翻新后租金调涨非常凶猛。二、酒店部门的 MICE 奇迹。什么是 MICE？ 就是那种公司开大会，政府搞展览 for meetings, incentives, conferences, exhibitions 的用途。2026年是大马旅游年，政府目标是4700万游客，砸了5亿令其做宣传。你看松威 REIT 手里握着松威 Resort 和各种商旅酒店，这就像是你在全马来西亚最旺的码头开了一家唯一的茶室，游客不进来喝水都不行。相比之下 Pavilion REIT 也表现不错，盈利增长了 9.8%， 主要是靠 Pavilion Bukit Jalil 的贡献。但你要注意，它的现金流里有一部分是靠减少开支抠出来的，这就像是一个家庭，收入没涨多少，全靠省吃俭用把账面做漂亮。看这个视频，我们就是要那些别人不想让你看的地方。在2026年的产托版图里，办公楼产托就被打入了冷宫。不是讲很多外资来马来西亚干数据中心咩？办公楼应该很旺才对啊。别被画大饼给骗了。最新的数据显示，大马私人办公楼的入住率竟然只有 71.7%， 从2019年的 74.8% 一路滑坡，到现在根本没起色。这就是财报里的烟雾弹。有些产托虽然整体盈利在涨，但如果你拆开看，它的办公楼资产可能在流血，租金跳不动，空置率又高。你看 KLCCP Stapled Group 陈忠诚，虽然它有 Sorry KLCC 这个吸金兽，但它的盈利增长只有 4.4%。 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办公楼业务太重了。虽然它的租客是像 Petronas 这种大佬，租金很稳，但稳也意味着没惊喜。在2026年这种拼增长的年份，这种稳就像是你开着一辆罗里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加速超车。另外，我们也来看看2个有趣的 REITs。 第一个是 Axis REIT， 它走的是工业路线，2025年盈利涨了 9.8%， 它现在正在疯狂买仓库买工厂。它的逻辑很简单，我不做零售那种看天吃饭的生意，我做制造业的刚需，
第二个就是 Elaker 这位收租工更特别，他是收医院的房租，他的盈利增长只有 1.4%， 虽然看起来很弱，但他的逻辑是特许经营权。医院能搬走吗？不能。所以这种公司虽然没爆发力，但胜在它处于长期收割期，不需要每年砸几亿令吉去装修厕所吸引人流。总结一下，2026年管理层把钱投向了哪里？ Sunway REIT 投向了资产升级，他们在磨刀，准备在旅游年大砍四方。SP Setia 和 IY Properties 则在筹备把资产打包成新 REIT 上市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老大哥们觉得现在的产托估值其实还不错，是卖房子的好时机。大福，他讲到真厉害，怎么股价不涨？因为资本市场不看现在，看的是预期。现在的预期是马币会在 4.00 这个 level， 如果政府扣除补贴导致通胀升到 1.8%， 如果通胀上来了，加息预期增加，那 MGS 的利率不降反升，那产托那点微薄的股息就会像在太阳里面放一块冰块，瞬间融化。 REIT 不再是那个可以闭着眼睛买随便收 6% 股息的避风港了，它现在变成了一个选美赛，只有最强资产最旺的收租工才能在127个基点的窄缝里活下去。本视频内容全部基于投行研究报告的逻辑拆解，不构成任何形式的买卖指示或价格预测。别问我应不应该买，去问问你的持牌经纪人，或者去3位 Pyramid 看看厕所的装修进度，你自己心里会有答案。你可以继续深入研究这3点来做买卖判断。第一，查 spread 盯着10年期 MGS 的利率，如果它冲破 3.6%， 而产托股价没跌，那你就得小心了。第二，看大马旅游年的成绩，2026年首季，去查查酒店的入住率。如果酒店部门不给力，产托的盈利增长就是华大饼第3。对那些办公楼占比超过 50% 的产托，保持柯南般的警惕，除非他突然宣布要把办公楼改成数据中心。你记得订阅，因为下一集我们要聊聊马股的通信业 5G 的爱恨情仇发展到怎样了。记得点赞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